离婚后，前夫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。这天，我和小男友逛街，偶遇前夫的签名会。我那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小男友眼睛一亮，我有些惊讶。你喜欢他？还好，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他。小男友问我，你觉得我们像吗？不像。我脱口，他屁股上有颗痣，不像你屁股白白嫩嫩的。然后某男大上扬的嘴角又缓缓压了下去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了？我朝人影窜动的方向昂了昂下巴。你去要签名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路人皱了皱眉，显然还在不爽我方才的冷笑话。我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他的胸膛，机会难得，真不去。路人看了我半晌，我很快回来，你不许走。知道了。很快，男大学生被一群小粉丝淹没。我站在角落点了根烟，眯着眼看向人群的方向。多少年没见了？好像有4年了吧。这些年，周元安越来越红，但我刻意避开了他的所有新闻。算起来，这是离婚后我们第一次重逢。他看上去跟以前变化不大，只是瘦了些，表情是一如既往的冷峻。我想起有人曾评价说他天生冷情，我想想好像也是。除了离婚前的那晚，我好像没看见过他失控。很快，签名的队伍排到了路人，2个同样高大帅气的男人站在一起，引发了粉丝群小小的惊呼。有人掏出手机，嘴里还在惊叹2人的神似。单看气质，他们确实很像。路人从包里掏出了个速写本，也不知道跟周元安说了什么。周元安先是一愣，而后猛然抬头，漫无目的却急切的目光在搜寻了一圈之后，仿佛电影慢镜头，视线越过人山人海，落在了我身上，一眼万年。我整颗心如同失重空了一拍，但很快找回冷静，体面的朝他扯了扯嘴角。然后周元安的脸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，仿佛我的出现影响了他的好心情。我不再自讨没趣，低头把手里的烟碾灭。不是说要戒烟？路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板着脸，活像个严肃的小老头。最后一根。我嬉笑着转移话题，签完了，让我来瞧瞧你偶像的字。说着，我把路人手里的本子拿过来，字迹龙飞凤舞，上头写着莫出季，天天开心。怪不得刚才周元安会抬头，原来路人让他签的是我的名字。这是写来送我的。我正要收起来，路人却直接把那页撕掉，团成团丢进垃圾桶。你干嘛？不想要了。说完，他拽着我的手踏步离开，一路无话。路人单手托腮坐在副驾，看向窗外。怎么，遇见偶像还不开心？你是不是认识他？我没想到路人居然这么敏锐。人家是大明星，我就是再有钱也不至于每个明星都认识吧。等红绿灯的空档，我伸手捏了捏路人的脸。喂，你该不会吃醋了吧？路人冷着脸把我的手拍下，不理会我的调笑。你之前是不是看上一款篮球鞋，买来送给你？我不要你给我买东西。对，你最有骨气，给钱都不带要的。然后我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原本气压就低沉的氛围彻底冰冻。路人嘴角紧抿，又变回了最初那个阴沉少年。起初我对路人是见色起意，最早他是我公司勤工俭学的男大学生，长得帅，性格冷，就莫名戳中了我的 XP。我追他了2个月。升职加薪买花送车一掷千金，但他就是不为所动。我这人有个优点，就是心大。很快我就转移目标，看上了另一个实习宋琦。那小子比他主动得多，根本不需要我努力，对方直接就贴过来了，跟在我屁股后面，姐姐长姐姐短的。再后来路人从我的公司离职，我以为我俩不会再有交集，直到某天我开车送宋琦去学校，又遇见了路人。男孩穿着蓝色马甲，骑着破旧的摩托车，后面的箱子堆满了外卖，原本白皙的皮肤被晒黑了不少。透过玛莎拉蒂车窗，路人淡淡的看了我们一眼，尽管一句话没说，但宋琦却莫名被激怒了。就是个贫困生，拽什么拽？你认识他？我舍友穷得要死，为了钱什么都干。在这群学艺术的男生眼里，送外卖是下等职业。说了那些还不够，宋琦继续跟我八卦。全院的人都知道，他没爸，亲妈又是个残疾人，前段时间出了车祸，现在还摊着没钱治。我承认，后来我派助理为他母亲安排医生和治疗资金，存了图谋不轨的心思。可是当他真的如我所愿，来到我酒店包厢的时候，他问我，是不是今晚之后你就能放过我了？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特别没劲，然后我就笑了。首先，今天是你主动来的。其次，我不缺男人。我点了根烟，睥睨着男孩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母亲那笔钱你不用放在心上，就当我借给你的，随便你什么时候还。说完，我拢了拢身上的披肩，你走的时候麻烦帮我把门带上。然后路人没动。为什么帮我？我觉得这话有点意思，你觉得为什么？你和他断了吗？谁？宋琦。我还没低级到同时找2个男人。短暂的沉默过后，路人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。他跟我说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关系存续期间，我要你只有我。过去的事仿佛还在眼前，但实际上时间已经过了整整1年07个月。这对不算专情的我来说可谓奇迹，毕竟我前一段婚姻也不过维持了2年。车在距离路人学校门口几百米的地方停下，这1年来都是这样。我自觉和路人的朋友圈保持距离，周围也没有人知道我正在和路人谈恋爱。早就习惯了的事，今天路人却突然问我，为什么不开进去？以前你送他不是都送到宿舍楼下？我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宋琦。我逗他，你就不怕被朋友看见？毕竟我比他大8岁。路人面无表情，害怕的人是你吧？我终于意识到路人这家伙不对劲。你今天吃枪药了？话音刚落，我手机震动了2下，助理给我发信息，初季姐，周元安的经纪人回复我们了，对方和我们约时间，想要见面聊下一季代言。什么下一季代言？你们谁给周元安的团队发的邀请？助理回复，市场部那边发的，原本只是想碰碰运气，但没想到他答应了。前一个代言合同到期，我的确让市场部的人物色合适的人选，但我没想到这群人居然和周元安联系了。路人很少有任性的一面，若是放在平时，我估计也会哄几句，但现在我没这个心情。你今天情绪不对，改天再聊吧。路人看了我一眼没吭声，抬手拉门下车，一气呵成。关门前，大男孩突然回头，
我让周元安签的只有出记2个字。说完，门被大力关上。那天之后，路人始终没联系我。倒是周元安的团队和我对接过几次，想要洽商代言细节，都被我拒绝了。我承认周元安在圈内的风评和粉丝量级几乎无可挑剔，他的确是代言的最佳人选。只是我有理由怀疑，他的团队可能压根不知道我跟周元安的关系，或者这件事周元安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，不然也不可能会这么殷勤。却没想到这天，我意外接到了周元安的电话，听说你把张薇推了。谁？我反应了一会儿，才想到张薇是周元安现在的经纪人。当年我和周元安在一起时，他的经纪人不是张薇。我记得当年那位是一个强势干练的男人，坚持为周元安塑造单身冷冻男人设，接的清一水全是偶像剧。因为他，我变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存在。但也是他，周元安短短几年便被捧上神坛。我不想过去的事，解释道。代言的事是我这边手下人搞了乌龙，你放心，不提过去，不捆绑宣传，这些离婚条款我都记得。你都记得？电话那边陷入漫长的沉默。莫初季，我以为你找我是因为当年的约定，原来是我高看了你，你这人根本没有心。说完电话挂断，剩下我莫名其妙。什么约定？一直过了很久，我才隐隐想起，在我们籍籍无名的日子，我们好像确实有过类似的约定。那时候他辗转于各个剧组，而我正组建团队创业。他被导演、资方刁难，我为客户金钱困扰。白天我们各自奔跑，晚上我们相互慰藉。那时候我最常做的事就是捧着他的脸。周元安，你就讨好我吧，等我的公司上市变成女企业家，我就请你到我的公司代言。到时候我变成资本，我来捧你。那个时候周元安就是笑笑。好啊，我等你。时过境迁，我的公司越做越大，他也越走越远，交叉的2条线却逐渐平行。我早就忘了当年的戏言。周末我联系了张薇，地点对方安排在了一家私人酒馆，却没想到进入包厢，周元安却坐在里面。对方穿了件黑色衬衫，应该是刚参加完活动，脸上的妆容还没卸掉。看见我，他微微抬头，下垂的眼睑带着几分倦意。张薇今天临时有事，我过来亲自和你对接。我脚步停在门外没动，工作室是我自己开的，我拥有绝对话语权，怪不得经纪人和团队都变了。他说完，嘴角露出嘲讽。合同纠纷闹得几乎人尽皆知，你连我单飞都不知道。看来这些年，莫女士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。我有些尴尬，进门刚坐下，便听他继续说道：如果你当真忘了我，又何必找一个替代品放在自己身边？莫初季，其实我今天来也是想问你，离婚这么多年，你突然带个高仿跑到我签名会上，是为了什么？话音未落，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。请问现在上菜可以吗？回眸，一个和周元安有几分相似的大男孩，穿着服务生西装，手里拿着点餐的 iPad， 出现在了我面前。自从离婚，我以为自己丧失了类似紧张心虚的能力，但这一刻，我骤然瞳孔紧缩。但路人仿佛没听到方才的话，他垂着眼眸，面色平静，看着我们重复道：现在开始上餐吗？我没说话。周元安挑了挑眉：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我的小粉丝。他扯了扯恶劣的嘴角，现在要不要再给你签个名？我被路人拉黑了。从饭店出来，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始终无人接听。你这次过分了，这就受不了，也太脆弱了。然后周元安想到，他该不会不知道你结过婚的是吧？我没特别提过，当然也不觉得这是多重要的事。周元安笑容愈发浓烈，想我也不必如此委屈自己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偶尔给你寄几张签名照解解馋也未尝不可。见我满脸无语，周元安不再开玩笑，要说的我都说过了，反正我这边就一个条件，代言期间的所有拍摄需要你全程在场。我不理解，当时离婚是谁让我再也别出现在你面前的？莫初季，你以前要是这么听话，我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。周元安语带嘲讽，你就当是我最近过得太好，想找个讨厌的人放身边恶心恶心自己吧。还真是好小众的癖好。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周元安的条件。市场部给我发了代言人测算报告，看着预估营业额后头的零，觉得自己没必要跟钱过不去。等到所有的事尘埃落定，时间的进度条已经拉到了月底，难得空闲，我身体就开始寂寞，然后才想起来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路人了。这在我们过去的交往过程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事。虽然路人年纪小，但在生活上却是他照顾我比较多。比如路人比我本人更了解我的生理期，不管多忙他都会过来给我煮个暖汤。再比如我忙起来经常吃饭时间不固定，路人只要周末都会雷打不动给我亲手烧饭做菜。他耐心周到，比我预想的情人还要完美。当时我也没想过，和路人在一起后，冬天似乎都变得不再难以忍受。所以尽管没想过会和这个男孩结婚，至少我也没想过现在分手。周一我受邀去路人的高校做个讲座，原本我是推掉这档活动的，但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。去之前我给路人发了个信息，我今天在你学校有活动，要聊聊吗？信息石沉大海，当天的教室人山人海，然而让我失望了。来的人群里我没发现路人的身影，那股说不出来的沮丧将我吞没，但我又不得不打起精神应付那群活力四射的大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。耐心告罄的时候，我突然瞥见门口角落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穿了件黑色防风衣，安静地站着，整个人和黑夜融为一体。路人永远都是这样，他在等我时从不看手机，仿佛等待就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事。我喜欢这样的他。然后所有的焦躁都被磨平了，恢复了惯常的优雅干练。直到活动结束，我准备过去和路人碰面的时候，突然一道声音把我唤住：姐，等等。脚步一顿，回眸，我绞尽脑汁才从脑海里挖出这个人的名字，宋琦。好久不见。宋琦没什么太大变化，就是打扮得更潮了，现在看上去就更像是个多情的艺术生。反观路人，跟我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一年四季还是那么几件黑衣服，我自觉跟他没什么好说的，点了点头准备离开。宋琦赶紧跟了几步：姐，你接下来有时间吗？正要开口，突然一道冷淡的声音横插过来。他没有。宋琦回头：路人，你在跟我说话？我没想过路人会走过来，他直接牵起我的手，牢牢攥住。
问我走吗？礼堂内前来听讲座的学生还没散开，见到这一幕，现场先是一片安静，然后就是那种年轻人特有的起哄声，大胆的还在问学姐，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啊？饶是经历大风大浪，还是没忍住脸颊发烫，逃似的拽着路人赶紧跑了，直到走到没人的地方，我才松了口气。你刚才吓了我一跳，你牵我手太突然了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想？你本来就是我女朋友，为什么要遮遮掩掩？声音冷淡，我这才发现路人紧蹙的眉头都没松开过。我是怕对你有影响，穷困艺术生和霸道女总裁，再加上你那位不省心的舍友，毕竟人言可畏。后面的话突然被吻住我的唇吞没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在人声嘈杂的街道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很短，仿佛过了几秒；很长，仿佛过了一辈子。面前的男孩终于放开我，他的表情是从未有过的严肃。莫出计，其实直到上一刻，我都在生你的气。在我们这段关系里，你是上位者，我不介意你感情中的强势，却无法忍受你的欺骗。我想自己需要一个道歉，哪怕一个解释，但我等了你16天，整整384个小时，你都没出现。说完，路人看向其他的地方，良久才又开口，一通电话都没有，只发了一个短信就让我过来。明明是你先追求的我，凭什么到最后每次妥协退让的都是我？原本我打定主意不来，但还是后悔了。现在我站在这里，就是想问你。路人吸了口气，眼眶泛着红，你和我在一起是因为周元安，你的前夫吗？我究竟是不是他的替身？最后一片泛黄的枯叶从树枝飘落，方才还大亮的天边泛起了大片的红。男孩站在我面前，隐忍、紧张、破碎。那一瞬，我那颗百毒不侵的铁石心肠，好像突然被人重重攥了一下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追求你，很肤浅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你好看。很抱歉，我的审美一向如此。坦白讲，当年离婚就是我提的，我要是真舍不得，也不会做出这个决定。说实话，男人这么多，我真不至于找个替身缅怀谁。说完，我才意识到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哄除了周元安以外的男人。但现在跟那时候不同，那时候我年轻热血，将爱情视为人生的全部。然而，当我被迫放弃梦想，完全成为一个男人的附庸品时，我崩盘了，并且发誓再也不迁就任何男人。不过这算迁就吗？应该算吧，因为路人冷静了，他低头平复了半天情绪，问我了一句：“你今天答应来讲座，跟我有关系吗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跟你没关，我就是单纯为了在一群大学生面前展现我买的 Prada 套装。陆小狗终于笑了，只有笑的时候，这个小老头才有点年轻人的朝气。晚上，陆小狗在我身上展现了空前的热情，仿佛把毕生所学全都拿出来讨好我了。直到精疲力尽，我被他抱在怀里，他说是你招惹我的，所以别抛下我。周元安的第一次拍摄是在林氏，按照协议，我也必须赶到现场。什么工作要去那么久？陆小狗不高兴，你生日那天能回来吗？我有礼物送你。我都忘了，还有1周就是我生日。我好奇，不能提前送我吗？路人满脸严肃，不行，你得本人过来拿。我算了算日子，估摸也差不多，便应道，行，我肯定回来。但我没想到，周元安比预想的还不配合，腰酸背痛腿抽筋的，动不动休息。明明3、4天就能搞定的工作，硬是拖了1周。你该不会是岁数大了，不中用了吧？是比不上你，小男友一个接着一个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跟那个人分了吗？我没接茬，他脸沉了沉，冷笑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底线，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是啊，幸好我不缺钱，不然我就要忍受没底线的小姑娘不停骚扰我丈夫了。气氛因为我的一句话陷入沉默。我说的是促使我们离婚的导火索。彼时，周元安的演艺事业逐渐有了起色，而我也在周元安的劝说下放弃了事业，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焦躁不安地等他回家。然而，我等到的却是一部又一部的偶像剧，一段又一段的绯闻，一个又一个的 CP。某位当红小花给周元安发的私房照，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提出了离婚。周元安烦躁，我压根不认识他，你就因为这么个女人跟我离婚？我甚至怀疑你到底爱不爱我。我满身疲惫。周元安，爱你的前提是我得先爱自己，但现在我找不到自己了。紧赶慢赶，所有的拍摄终于在我生日那天结束了。一起吃顿饭，算是庆祝首次合作愉快。改天吧，今天得回去。说着，我手机震动了2下。陆小狗，等你。下面还发了一张自拍，背景是在我家，他身上穿了件围裙，看样子是要亲自烹饪我的生日晚宴。而在照片的角落，电视柜的地方摆放了一个巨大的画框，上头用绒布包裹，窥不出里面的内容。我圈出来，这就是我的礼物，你画的。陆小狗，等你回来亲自拆。我开始期待了，希望是你的果照。陆小狗，又是你那个小男友？脸上的笑容有些明显，我轻咳一声收起手机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别回去行不行啊？啊，过了今天你30了，就别摧残人家小花朵了。你说句好听的，我勉为其难再接受你这个祸害得了。我看向那位刚刚拿下最佳男演员的新晋影帝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话音刚落，只见周元安脸色一变，小心，直接冲出来一把将我拽走，将我护在身下，然后尖叫声、道歉声、救护车的鸣笛声，周元安整个人陷入昏迷，唯有拽着我的那只手还紧攥着。晚上，路人又给我发了条信息，几点回来？我坐在 ICU 门口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今天回不去了。或许是今天的经历过于糟糕，又或许是我完全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压力，我迫切需要一个能宣泄的出口，替我分担哪怕一点点的重量。我和路人说，周元安出事儿了，今天我原本你去林氏说的工作是和他在一起。对，你没告诉过我，这重要吗？只是工作，这不重要，对你来说当然不重要。路人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爱情不是一个人的全部，周元安能带给我公司利益，我跟他合作无可厚非。是啊，你永远都能这么理智。电话那端，路人的声音带着克制的颤抖。
22岁那年，你把所有的爱与冲动全都给了另一个人，你过尽千帆，你游刃有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年我22岁，你要求我冷静克制，你觉得这对我公平吗？我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此时，手术室的门打开，我匆忙说：“有什么话等我回去再说吧。”不用，现在就说吧。我们分手吧。万幸手术进行的还算顺利，被砸到的地方淤血清理及时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。虽然伤势由于拆卸工作操作失误导致，但却是在我的项目上出的纰漏，特别又是为了救我，我难辞其咎。最后还是周元安挥了挥手，你也不用自责，就当休息一阵了。我们谁也没提周元安出事前说的那番话，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和友谊。等到周元安彻底脱离危险了之后，我才抽空回了趟家。屋里面原本属于路人的东西已经全部消失了，唯有他送的生日礼物还被放在电视柜旁边。我掀开绒布，画布上是一片天空，厚重的云层，一束金灿灿的阳光横穿而过，撕破上方密布的乌云，被光刺破的地方霞光万丈，整个画面对比强烈，颜色用料极其大胆，旺盛的生命力越过画面喷薄涌出，直击我的面门。那是一种逆境之中劈开荆棘的希望，也是一种绝境之下触底反弹的勇气。我想到了那段让我迷失自己的婚姻，我想到了一路带着团队从无到有的事业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后来我才注意到画的右下角是陆忍提的字，初季。我想见他，此刻现在立即就想见他。然而这一次陆忍却彻底消失了，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。3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，对方是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。陆女士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需要立刻手术，但她儿子陆忍我们却始终联系不上，所以打了您的电话。我这才想到，2年前我为陆忍母亲安排医生的时候，曾留过我的联系方式。赶到医院才知道，这2年陆忍母亲身体一直没太好转，今天突然病情恶化，再次被拉入 ICU。但是除了每个月他坚持打过来还我的那笔钱，我和陆忍也没有任何联络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账户显示，他每个月还钱的金额远远超过以往的数字。如果不是我了解他的个性，甚至以为他出卖了自己的肉体，但与此同时也不难猜到，他一定非常急于和我撇清关系，才这么拼命的打工赚钱。陆忍失联，陆母又没有其余亲属，很多事我只能前后打点代为完成。冰冷的黑夜，当我独自站在抢救室门外等待的时候，我的记忆突然被拉回到19岁那年，我的父母因为一场车祸，双双被送入抢救室。我也是犹如今天这样，孤子一人蜷缩着等在门口。只是那天的我没有运气，他们没能从里面走出来。空荡的走廊被无限拉长，我开始浑身颤抖。突然，一双冰凉的手摸上我的脸颊。你哭了？是匆忙赶到的路人，他另一只手臂带着血，浑身脏兮兮的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才意识到自己落泪了。其实我有太多的话想说，有太多的问题要问，但我摇了摇头，和他率先交代了陆母之前的情况。路人整个人表现得都非常镇定，他郑重地和我说了句谢谢，然后我们并排坐在一起，再次沉默。过了很久，手术灯灭，医生从里面走出来，只说了4个字：一切顺利。坐在我身边的大男孩突然一把扯过我，将头埋进了我的脖颈。很快，衣领的位置仿佛进了水珠。我伸手缓慢摸着他的发丝，像摸陪伴了我10年的那只老猫。都会过去的，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，是告诉他，也是告诉我自己。天际泛白，陆母睡着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，比我想的要瘦小，长相是超越同龄的沧桑。对方脱离危险，我也没有继续留下去的必要。打了个招呼便准备离开。陆忍帮母亲掖了掖被子，随我走出病房。走廊里病患都在休息，只有2侧的灯发出幽绿色的光。我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，记忆里就没有爸爸。周围的人说是我妈出了工伤，左臂截肢后，我爸怕我们娘俩拖累她跑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妈那个伤其实是不用截肢的，但是需要高昂的治疗和康复费用。老公跑了，儿子还小，他不得不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一条胳膊。不自觉放缓脚步，听陆忍继续说，你知道孤儿寡母，妈妈又是残疾，很容易被人欺负。小时候只要有人嘲讽我或是欺负我妈，我就替他出头。但我妈这个人很窝囊，白天我刚教育完人家，晚上她就低眉顺眼跟人家赔礼道歉。我因为这个没少和她爆发冲突，直到后来被我收拾过的人趁着我上学去菜市场掀了我妈的摊子，我妈被打得满身是伤，我才恍然醒悟，拳头护不住家人，对我们穷人来说，忍让才能换来安稳。所以那天之后，我把名字改成了陆忍。我没听陆忍讲过这些，或者说我从来没想过了解这个男孩。陆忍说完之后，表情有些局促，显然也有点不习惯和外人吐露自己的过去。他看着我，表情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和你说这些是想谢谢你，我是说你做的一切，我受之有愧，甚至想到自己的初衷还有点羞耻。我没做什么。不，你做了很多。陆忍垂眸，你的出现对我而言就足够重要。到最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陆忍回了他家，30几平的老破小，连床铺都是那种坐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响声的木板床。我刚创业，和周元安最落魄的时候都没住过这种房子，但在这张床上，陆忍疯狂地如同一只饥饿的狼。他在自己的领域猛烈进攻，没有身份的差异，没有厚重的过往。此时，我们就是2个急切感受对方的男女，新奇的体验，却意外的畅快。后来天彻底亮了，鸣笛声、交谈声、叫卖声很是嘈杂，却又生机勃勃。我重新套上皱皱巴巴的外套，陆忍站在我身边犹犹豫豫，莫出计，我可以追你吗？我笑了，扫了眼他受伤的左手，还疼吗？陆忍一愣，把手往后藏了藏。我点了根烟。最近你给我打了不少钱，是做了不少兼职，这么急着还钱，想跟我彻底划清界限？我不是。你别追我了。我截断陆忍的话，男人眼眸中的光一点点熄灭。我吐了口烟雾，还是我追你吧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主动。代言的广告已经投放宣发，一如设想，周元安的动态一出现，瞬间占据各热搜版面。陆忍也看见了新闻，但这回他倒是没什么特别的情绪，非常平淡的划过了。其实我也不确定现在我跟陆忍属于什么关系，
却比以前要舒服很多。说要追他，倒不是随口的话，这次我没猛砸钱，而是换了个方式。空闲的时候，我会约路人出来吃饭看电影，就像无数年轻情侣那样。忙的时候他也会来找我，我不让他做饭洗衣服，帮我收拾房间。我正在追你，你会让你的女神做这些？结果路人一本正经，这些事我会做，不用交给你。听得我忍不住翻白眼。日子往前推进的时候，这天我突然接到了周元安的电话，我们的事被人曝光了。见面我才知道，有人匿名把我和周元安的婚事八卦卖给了狗仔，对方发文周一见，团队联系了狗仔，对方开价8000万。周元安隐婚后离婚，本来已经是一个爆点了，现在叠加为前妻的公司代言，简直是爆上加爆。我强迫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这件事影响太大，如果处理不好，不单是周元安的心路受损，连带着我公司的形象也会大跌。你这边有什么应对方案？现在有2个方案，一是花钱把爆料买下来，2是承认，然后你跟我一起参加离婚类综艺节目，刷一波好感。我个人建议后者，赌不如输，还能蹭自己一波热度。周元安抿了抿唇，那天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话？跟我凑合复合的话？不怎么样，我这么年轻，为什么要凑合过日子？周元安点了根烟，开玩笑道，该不会是因为你那个小男友吧？我怎么听说你俩分手了？是分了，我正在重新追他。我说完，周元安浑身仿佛被一团黑雾笼罩。你他妈再说一遍，你要追谁？周元安，我们试过了，真不合适，我当不了你的小娇妻，你也当不了我的男骑士。然后周元安不说话了，你就没想过这件事就是他泄出去的？不可能，为了钱，现在的人什么干不出来？他直接把一个 iPad 甩到我面前，托关系找了匿名投稿的 IP 地址，就是你小男友那个学校。我脑袋一懵，脑海里倒退到我去周元安学校讲座那天，突然一个人跳出我的脑海，宋琦。在路人拽我离开后，宋琦大概是偷偷跟了上来，无意间听到了我们的谈话。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胆子这么大。我想了想，看向周元安，周元安，过去我喜欢过你是真的，但我现在不喜欢你了也是真的。在人生的那个阶段，我们彼此拥有不是羞耻的事，我们把过去公开吧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井号周元安离婚井号的关键词条一经触发，瞬间引爆全网。原本我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舆论冲击，但是慢慢的我开始感觉不对劲了，怎么感觉矛头全都是冲我来的？这姐居然跟周元安离婚，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吧？这个时间点爆这个谣言，显然是企业想蹭影帝热度。赞同，明显就是这姐想抢我哥，被拒了恼羞成怒。新闻太假了，我哥独美，不约哈。评论里也有为我说话的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是周元安配不上这女士吗？人家长得好看，这么年轻就已经登上福布斯名人榜了，你家哥哥算什么？然后这条评论火速被粉丝涂了，现在粉丝们都已经掩耳盗铃到这程度了吗？我不乐意了，一个电话打给路人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答应我的追求？路人这阵子正在忙毕设，莫名其妙，是我昨晚不够卖力，让你觉得我们现在还不是情侣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于是我直接转发了那条我想前周元安的那条动态，你们的歌姐不稀罕，姐喜欢年轻的，下面配了一个我跟路人的合照。几分钟后，周元安本人评论了我的状态，谁能想到一条状态之后我红了，有人开始考古，顺藤摸瓜扒出了我的创业史。完了，我原本是想找点莫出季黑料的，结果看完莫女士人生经历，我彻底沦陷了，我哭死。甚至她跟周元安离婚都是因为不甘心当小娇妻，她的人生剧本真的太大女主了。谁说她配不上周元安的？这世上可以少一个男影帝，但不能没有女企业家。我悟了，周元安的前妻才是最大的资本啊！周元安当初跟这么多姐离婚，糊涂啊！然后井号周元安糊涂，井号又被冲上热搜，还有不少粉丝怂恿周元安重新追我一次。周元安追了没追上？我喜欢年轻的，这件事也算平稳过渡。还有一件事我始终按着没处理，就是宋琦。原本我是不打算针对一个大学生，但是最近我发现路人似乎不太高兴，开始以为他是毕业压力大，直到他准备搬出学校，我才知道他被排挤了。宋琦四处散播他被包养的谣言，甚至捅到了院系主任那边。学校迫于舆论压力，甚至取消了路人的保研资格，然后那个名额就落到了宋琦头上。你被欺负了，怎么不早跟我讲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值得你分心。路人抿唇，没了就没了，早点工作早赚钱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对小人忍让只会让他们更加嚣张。路人，你知道有钱的好处是什么吗？路人摇了摇头，就是受气不用憋着。我直接找了律师，以诽谤、传播虚假信息等名义起诉了宋琦，同时搜集了一些宋琦的黑料。我相信以宋琦的野心，不可能只有我一个目标。事实证明，钱这个东西太万能了。很快我就查到他跟院校的某个领导有身体往来，研究生的保送名额就是这位领导出面介入的。事情逐渐发酵，越闹越大。路人毕业答辩那天，我遇见了宋琦，他已经被留校察看，身上还背了几场官司，而他攀上的那位领导已经被开除了。他求我放过他，搞得我也挺奇怪。宋琦，我根本就没针对过你，要是我真想针对你，你现在压根就没机会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得多谢路人，只想要个公正。说完，路人从教学楼走出来，脊背挺直，背后是万丈阳光。猛然间我就想到了他送我的那幅画。你为什么会想到画那个送我？那是我出淤泥时的感觉，我觉得太过抽象。直到后来路人办了画展，他将这幅珍藏的初迹拿出来展出。有媒体采访他这幅画的意义，他说这幅画是给我太太的。我本想在冬天死去，但他让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黎明，蓬勃的生命，浓郁的希望，这是我初遇他时的感觉。因为他，我暴雨临盆的人生有了放晴的初期。全文完。